皇上不杀这个小兔崽子了？朕要是杀他，今天上午不就办了？朕现在担心的是，大臣们上折子说些阻滞之类的话，那就难办。那天少保驾临，犬子多有冲撞，下官一是来领罪的，二是来送的聘礼。少保一向宽仁大度，这是人所共知的。要不是你小子闯了祸，你才不肯跟我低头呢。你少跟我来这文绉绉的，我听不懂。但是少保无论如何要救救我家那个小王八羔子，明珠一家感恩不尽。我挺喜欢这个小子的，10几年没人敢跟我动手了。我一看到他，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，就这个德行。我怕谁呀？你要我做什么？说吧。谢谢少保，我家那个臭小子怎么能和少保相提并论呢？少保，您能不能派人连夜通知各位大臣一声，明天上折子的时候稍微的斟酌斟酌？这个我做得到。我明天看他们谁敢多说一句。不过皇上要是真想杀他，那我就没辙了。那就看这个小王八羔子的造化了。可不管结论如何，少保永远是明珠家的恩人。既然是亲家了，就不要那么虚了。你待在皇上身边，宫里的事你是知道的。将来多给我通个气，免得我老出错，惹皇上生气。这个皇上一天天长大了，咱们必须好好伺候着，对吧？好，你先回去吧。那天呢，风可大了。你们知道草原上的风吗？可跟咱们这儿的大不一样啊。我们那儿的风啊，一旦起来，就像许多小刀子刮着脸似的。我呀，就骑在马背上，拼了命的跑啊，也不管什么路不路的，我也不嫌累。可是，马不行啊。我就四仰八叉的摔在草地上。哎呀，我就这么躺着，也不想起来，想起也起不来呀。后来你们猜怎么着了？是不是菩萨显灵了？不对，你呀，净会挑好听的说。你们再猜猜怎么着了？后来呀，您就移驾到慈宁宫里，给这帮小丫头讲故事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你是来给我讲故事的吗？老祖宗，孙儿想请您讲讲孔思真的故事。你们都下去吧。你父皇是个好丈夫，也是个好父亲。可是他用情太深，他不是个当皇帝的好人选。你父皇的事情，你应该知道一些了。他对女人好，他还得一定对某个女人特别好，所以他的后宫里是一塌糊涂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思珍这丫头很贴心。那时候你父皇身边刚刚没有了心爱的人，我就想把思珍留在他身边，册书都写好了，谁知道他就这么着急的去了。可是我想你父皇身边也没个人，就把这丫头送去陪他。老祖宗，明珠的儿子您见过吗？他10岁的时候，明珠带来见过。
哦，那真是个倔小子。哼，你可以信他，但不能用他；你可以杀他，但是不能伤他。老祖宗，父皇的事儿，您能不能再跟孙儿说说？你想知道什么？我说的，你不是都知道了吗？还有外面的闲言蜚语，你也都听了。前几天鳌拜来见我，封灵的事情，我答应他了。不是我不向着你，我只是想让你父皇安静一会儿。他这辈子已经够烦的了。还有明珠的儿子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本来想放明珠一马，可是刚才上朝的时候，大家都装糊涂，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。这个明珠倒挺能折腾。这样一来，倒逼得我非亲手把他杀了不可。那新的内务府总管，你想好人了吗？昨天你不是说他不能去那种他不该去的地方吗？现在怎么样？老爷不是说他命挺好的吗？我想凭着老爷的面子。你懂什么？这个小兔崽子明摆着就是去送死，只不过是皇上和鳌拜不想直接杀了他，我的面子仅此而已。要是真有什么事儿，我们大不了这个官不当了，省得提心吊胆的过日子。你能不能说一句好话？对了，老爷，能不能从那个丫头身上找点线索，或者再去求求太皇太后？她不是挺愿意替您说话的吗？那个丫头是太皇太后亲自放进去的，我要是找她，那不更是送死吗？出的什么狗屁主意！普天之下，见了朕不跪的，你是第二个。皇上错了。用活人殉葬，已经绝迹1000多年了。可在我大清康熙圣朝，这样的大手笔又死灰复燃了。不知道以后的人会怎么讲这件事，怎么看这件事。在这点上，我大清的圣德可以直追3皇5帝。你的话有道理，可是你说话尖酸刻薄、目无君上，哪一点有人臣之礼？你这又算什么手笔？如果明主在上，我愿为明主尽忠而死；如果不幸遇上桀纣之君，我情愿蒙冤含恨而死。算来算去，我反正死路一条，这算不算尽了人臣的大义？皇上还是回去看那些千篇一律的奏折吧，这个你是看不懂。是傅山的吗？朕书房里有一张完整的。朕虽然不是个明主，可也不是个酒吃肉林的桀纣之君。哼，那我死得其所。你就为了这个私闯皇陵的？不完全是。那为什么？你和那位姑娘好像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可是有人逼我成亲。成亲是一件好事情吧？是鳌拜。毛少保大权在握，他能主动向你提亲，是看得起你。他是害死我额娘的仇人，我跟他不共戴天。可惜我打不过他，所以就被关在这儿。你后悔吗？如果能再活一次，我会把我所有的事情再做一遍。只有一件事情例外。那肯定不包括目无君上了。哎，我没有目无君上。害死我额娘，
我也有责任。我很后悔。你私放先帝的侧妃，还不算目无君上，还不值得后悔吗？我不知道他是谁，我只知道，活人殉葬，惨无人道。如果我还活着，他也活着的话，我会再救他一次。就为了一个萍水相逢的人？萍水相逢也是相逢。奴才该死！奴才该死！你说朕怎么罚你？对于该罚的，皇上一定会罚；对于不该罚的，皇上就算再生气也不会罚。如果是可罚可不罚的，皇上仁慈，就饶了奴才吧。那这么说，朕该饶了你了？奴才不敢。为了我停止吹笛，跟上次比起来，很给我面子了。皇上推门很轻，已经给足我面子了，我只能以礼相待了。哼，你这张嘴呀，实在是太咧了。哼，谢皇上夸奖。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？死罪。你已经准备好了是吗？本来准备好了，现在改变主意了。为什么？如果要治我的死罪，皇上不会来第二次。我要你去替我办件事情，办完了再回来领死。谢皇上。谢什么？我可没赦免你，因为皇上相信我能回来。你我之间不说这些。下去。我是又替你们挨打，又替你们挨骂呀。临了，我跟皇上说，当今圣上啊，该赏的必赏，该杀的必杀。至于那些可杀可不杀的，皇上仁厚，一定会饶了奴才们的。我说将军，你觉得你属于哪一种呢？第三种，第三种。
有陆公公这么大仁大义的活菩萨在，小将这颗人头算是保住了。小将一辈子都不敢忘了您老人家的恩德，您就是小将的再生父母，是吗？您这话要讲给别的太监们听，人家兴许以为你挤兑人家个个断子绝孙呢。陆公公没日没夜的在皇上身边操劳，您要是肯当我爹，那您是抬举我。哎，起来起来，我们还是先把正事儿办了，把人都招齐了，我要宣旨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？啊？你不想连累我，是吗？走吧。是皇上要我带你走的。你看，
有没有好点？那走吧，慢点，慢慢走，小心。慢点。累不累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来，慢点。我帮你解开。慢慢的睁开，不要着急睁开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别着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你一定行的。再试一次。怎么样？看见了吗？看得见我吗？还是看不见？没关系，我来告诉你。现在你听到的是蝉儿的叫声，你听，多好听！在我们后面是条河，里面有好多鱼。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大的树林，枝繁叶茂，绿树成荫。你闻到了吗？有股青草的香味，好清新。还记得我的名字吗？忘了没关系，我不。对了一半，不是光荣的荣，我是容易的容啊。我怕痒啊。天要下雨了，你能走吗？走吧。来，小心。来，小心脚底下。来，来，好了。这边。少保，明卓家小子呢？让他出来，我要带他走。回禀少保，纳兰公子已经走了。
谁这么大胆子？是皇上。今年的雨水真多，寒气也重，弄得人老是心慌。老爷，老爷，敖少保来了。亲家，亲家敖少好啊！保，少保请，亲家少保请。今天你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吧？今年可真是个好年头啊，喜事是一件接着一件。少保说的对。可今天这些人是……今天你什么都不要管，什么都不要问。我今天给内务府总管做一次管家，就是皇上和皇太后也没有正一品的管家呀。我今天让你舒服舒服，进来。哎呀，老爷这是……哎呀，多谢少保关怀。可是这么兴师动众的，总该知会下官一声，也好有个准备。哎，咱们现在都是亲家了，还说这些话干什么？你们这些读书人呢，说起话来就是婆婆妈妈的，一点都不干脆。哎，你听，来了，来了。舅舅，婵儿，路上还好吗？哎，你这是什么宝贝啊？也舍不得让别人拿，打开让舅舅看看行吗？哎呀，你说说，你抱个这么沉的箱子，也舍不得让别人拿，打开让我看看是个什么宝贝。这是什么破玩意儿，当个宝贝似的，啊？怎么？生气了？啊？哎呀，舅舅是个小心眼儿，我是怕你把好玩的东西都分给别人。舅舅对你那么好，也没看你分给舅舅玩啊。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可是我的宝贝外甥女，叫雨婵。其他的事情前几天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。她今天刚从广州来，我就把她带到这儿来交给你们了。来来来，请坐，二位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雨婵，来，我来介绍一下你的公公婆婆。亲家，赶快把你儿子叫出来，让大家见见呐！儿子，我答应的事，我可都办到了。多谢少保，只要我那小兔崽子能够平安回来，一切按少保的意思办。那就好。大人，你不用在这儿当监工了，你去通知九门提督和各府县，看到那个小兔崽子，立刻给我扣住。你也到处去找找，尽快把这小子给我请回来。大人，要是这小子不回来呢？什么小子小子的？这小子也是你叫的吗？是，末将无能，末将没脑子。他要不回来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还不赶快请教请教总管大人？老爷，这批真话，敖大人不远送了。
么事儿啊？慌慌张张的。皇陵塌了！啊！先帝起殿怎么样？好着呢。可是裴灵的娘娘不见了。哎，要是传出去，咱们个个都是死路一条。赶快把她找回来，听明白了没有？每年大年30，我们家都要准备很多的烟花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放烟花，因为每当我看见漫天烟花开了又谢了，当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去填满那些绚丽之后的空洞，就长大了1岁。所以我讨厌放烟花，讨厌过年。怎么了？刚才是官兵经过，现在没事了。啊，别害怕。可我年年都要他们准备很多烟花，因为在我10岁那年，院子里飘着大雪，北风吹的，好像石头都要裂开了。我闹着要放烟花，下人们都回屋烤火去了，只有我阿妈带着渤海珠，一边跺着脚，一边陪着我。他们不停地劝我回去，他们越是劝，我就越是不肯。没一会儿功夫，我的手指就冻得没了感觉。当一个大大的烟花亮起来的时候，我突然看见阿母的眼睛在闪光。原来她一直在流泪，因为天很冷，她的泪水在眼眶外面结了冰，火光里面看上去一闪一闪的。她一定是想我额娘了，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。我拉着阿玛的手往屋子里面走，阿玛见我懂事，一把把我抱了起来。其实我已经很大了，阿玛她很久没抱过我。后来阿玛抱着我烤火，她的大手仔细地搓着我的小手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当时那种红红的炭火的颜色，还有心里暖暖的感觉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走。还是别过去了，啊！我要扶你。下雨不愁，人家有伞，我有大头。等等我。下雨不愁。大头大头。
什么他呀他的，一点礼数都没有，一点礼数都没有。阿姨这样做是为了给你爹和我面子。谁让你爹到处说咱家的蒸饼是天下第一呢？这阿姨要是吃少了，有些人的牛皮呀就吹破了。哎，这娘说的话，你听懂了吗？纳兰兄弟，不瞒你说，当初啊，是他悄悄看上了我，而我只顾钻研功夫，哪有心思理会这些儿女私情啊？他呀，心里着急，就悄悄地钻研蒸饼的学问，还每天啊在我的饼里加料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误吃了别人家的蒸饼，才慢慢悟出了他的意思。从此以后啊，别人家的蒸饼我是一口都咽不下去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是刚刚回来，佐料不齐，改天做好准备，让他好好的给你露一手。到时候不是我吹，你们才知道什么是天下第一，什么叫蒸饼。我确实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蒸饼。是，那你呢？哦，你的眼睛好了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他是为了让你心疼他。纳兰兄弟是个好人，我就直说了吧，现在有钱的人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？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他一片心意哦。现在天气好，赶快带他出去走走。我呀，给你们烧热水烫烫脚，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。累了吗？我跟他谁好看呀？你觉得谁好看？我觉得你最好看。好玩吗？我今天啊，也看见了平常看不见的东西。高门大院里，人人自危，所以啊，人人自保。说穿了是人人自私。可是今天看见他们，我不由想起《诗经》里的一句话：走。站住！站住！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，非要偷东西啊！哎，这给你啊，拿着。啊，500两啊！你看见了吗？有光照见了吗？哎，你别争啊，乖乖听话，我不会骗你的。外面有各式各样的人，可好玩了。
你的早点就剩这些了。不要丢下我。除非哪天你不要我了。那你就能丢下我了吗？死也不肯。能说话可真好。是咱们感动了上苍。这一天一夜，我好像觉得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。我还带你去看好玩的东西呢。有你就行了，我不担心。你儿子扰乱了先帝的10年祭不说，居然还拐带了先帝的侧妃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今天上朝居然没有大臣上折子说起来，你明珠倒真有几分面子。奴才不敢欺骗皇上，是奴才连夜去求老少保。奴才的这点脸面，还不是皇上给的。奴才实在是为了救子心切，才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来，请皇上重重治罪。这也是给天下做臣子的教训。朕既然放了他，就是不想再深究下去。明珠，你的儿子很有骨气，我让他替朕去办件重要的事情。本想等他回来，穿上黄马褂，回去见你，也让你明珠家来个双喜临门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放他出去，就连太皇太后都不知道。你明白了？皇上，奴才有个想法。能使皇上早日亲政，虽然这样会使皇上日夜操劳，可为了百姓的安危祸福，皇上是不会计较的。是什么？大婚。恐怕朝里会有人极力反对吧？奴才会尽力去说服太皇太后的。只要太皇太后高兴，别人还敢说什么？就是平常百姓家，也是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何况您还是堂堂的一国之君呢？太皇太后在御花园吧？